朋友们，之前在评论区呢看到有人想让我讲一下《道德经》，今天呢他来了。《道德经》这部经书呢是老子留下的，整部经书有5000多字，虽然是字字珠玑，但是最核心的莫过于第1章。如果把这一章弄懂了，可以说《道德经》剩下的内容就非常容易理解了。因为第1章可以说包含着道家的最高秘法，领悟了这个秘法，《道德经》剩下的内容其义自现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首先第1句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这里的道呢，是老子所悟的自然大道。这个道不参与万物自然星座的始终，也就是道本就是自然的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道在宇宙之外运作万物。因此，这个道就是实相的道，就是超越一切意识上的道。我们知道人的意识是妄想，语言是我们妄想的结果。用我们妄想的语言之道呢，去道尽天地自然实相的无语言之道。这就如同把水中月亮的倒影当成了天上真实的月亮一样。所以道不可说，不可描述，无法形容。老子深知只要是能说出来的就不对，而不说呢，后人就更没有机会知道了。所以只能勉强说，但勉强说呢，就相当于用有为的语言去说道的无为自然，那就不是道本身了，已经失去了天道的无为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《道德经》呢讲的并不是道本身，而是起一个指月手指的作用，通过它来感悟实相的无为之道。这就是悟道，实修才能感悟出来的实相之道。接下来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不可说，但又必须说，而说出来就要借助一些命名名词，比如在《道德经》里用到的道、无、玄等等。这些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连老子都说这些只是强名，而真正的所指并不是字面意思，其背后的内容是需要我们去体悟的，而不要被名称的表面意思所限制。因此，老子强调《道德经》里的命名仅仅是借用，想表达的内容并非字面本身，而在其背后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上面我们说明是命名，那什么是无名呢？无名就是无法命名。而说到无法命名，就要先说说命名是怎么来的。我们能够感受到的，比如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尝到的、摸到的、想到的，都可以依据感知给它起个名字，以便我们下次呢再去识别它。例如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，而这6个方面的内容，我们为了方便交流和识别，就可以起名字。比如眼睛看到的圆形红色，耳朵听到的鸟鸣水流声，鼻子嗅到的花香酸臭，舌头尝到的酸甜苦涩，身体触碰到的光滑粗糙。这些有形有相或者能感知到的，就是可以命名的，这些就通通属于有名。但是天地之始是无法命名、无法形容的，而这个无名的所指，就等同于《心经》里说到的无智亦无得的所指。它无色、无声、无香、无味、无触、无法。而母就是母体的意思，是使万物能够化生的动力。一切的总根源就是无，但是无里面它会产生万物，这个产生的动力要靠有，如果没有有，它就产生不了东西。随着我们对宇宙认识的不断深入，我们发现物质的构成呢，一部分是以有形的物质形式存在的，一部分是以无形的能量形式出现的。有形和无形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的物质存在形式。从无名到有名，就是道生一的过程，而道是无法命名的，
强名曰道，一呢可以命名了，但还是强名为混沌，两个都不可说，而生的过程自然也不可说。这个不可说并不是不想说，藏着不说，而是确实说不出来，因为说出来就不对，只能自己体会。当这个有名生出来之后，它就成为了世界万物的起点，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起点衍生而来，因此有名是万物之母，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因此而产生。无名是世界的源头，有了名便有了定义，有了概念，有了定义便有了分门别类，有了区分便有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，有了天伦人伦。在大多数人看来呢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认识世界，但是却没有意识到，这些区分和定义往往是总结表面的规律和片面的认识做出来的。这种理解和定义符合不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些定义和概念是真是伪呢？世界在变，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。现在我们都认为的真相，到了一定时期后，可能就变成伪的了。毕竟我们描述的事物呢，仅仅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，而我们人类能够发现并认识的物质世界，只占整个宇宙的4%左右。在此之外，还有太多我们看不到的和不能认识的事物。比如在日心说提出并证实之前，大家都认为地球是世界中心；在银河系被证实之前，大家都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。就太阳系本身来说，它的本质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。而随着量子力学提出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，我们也才意识到，念起可能真的就是缘起。什么意思？举个例子，当你看你的小狗的时候，它是一条活泼的小狗，下次再看它的时候，它还是一条活泼的小狗。于是你的大脑呢，自动填补了中间的空白。我不看的时候，它肯定还是一条活泼的小狗。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有一定连续性。在粒子的情况下，你看一眼它是一个粒子，你转过头去不看它，然后回头再看它，它还是粒子。但是在中间你不看它的这个过程中，它已经不是粒子了，它变成了一个波。是你的观测让波坍缩成了一个粒子，这是不是就从侧面证明了一切缘起就是念起呢？当然，量子力学可能也并不是全面的。下一句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侼。既然无名和有名都不可说，无名生有名的过程也不可说，那怎么给别人讲呢？虽然不可说，但是老子说出了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方法，那就是观。怎么观？老子说出了2种观的方法和特点，一种是有欲观，一种是无欲观。如果我们心无所欲，就能发现生育万物的自然之妙。如果我们带着偏资虚妄之心去认识世界，所看到的世界就只限于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。这里的有欲呢，就是有分别的，有分别心。这种观法呢，会让观的内容受到限制，会有边界，侼就是边界的意思，会被我们的认知障碍而观不到全貌。无欲观就是放下所有分别心，放下大脑的定义和评判，放下你所有的观点立场，以旁观者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。这种观法才能观到其中的奥妙。我们普通人看世界呢，就是以有欲的心来观察它，因此我们看不到世界的全貌。我们总是基于自己的感官去认识世界，但是我们的感官可信吗？比如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红到紫，红外和紫外是看不到的。我们的耳朵只能听到20赫兹到2万赫兹的频率，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声音是听不到的。鼻子、舌头和身体在动物界都不算敏感，
更何况感知全部。而我们的思想则又是基于这有限的五感而形成。比如我们的空间观是3维的，而蚂蚁的空间观是2维的。因为各自感知系统的差异导致了思维的差异。我们作为人会认为蚂蚁很笨，但是我们的思维建立在有限的感知系统上，真的就聪明吗？因此，当我们用感知系统去感知世界时，真实的世界就被局限了。当我们用基于感知系统上的思维体系去思考世界时，真实的世界也被局限了。无是有的本源，是最原始的自然法则。所以我们要经常从无的角度去观察。正所谓局外生慧。我们如果想看到这个世界的奥妙，就必须舍弃我们受限的感知系统，也必须舍弃因受限的感知系统而形成的思维系统。只有摆脱了感知系统和思维系统的限制，我们才有可能发现世界的真相和世界的全貌。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；有所期，便有所畏；有所欲，便有所惧。我们之所以有欲望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为地规定了概念的内容和边界。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各自的欲求，去领悟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边界，各种觉受的边界，而不被欲望局限于自己的认知范围内。接着下一句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无和有呢，都是源于道，但一个是无形状态，一个是有形状态，这两者只是表现出形态不同，而引起不同的就是变化。所以这里的玄呢，就是变化的意思。关于无和有呢，可以类比佛家的空和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形象变了而本质未变。色与空的转化连绵相续，永不停歇。如果仅仅孤立的、割裂的看其中某一个，就很难体会其中的奥妙。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，无就是阴，有就是阳，空就是阴，色就是阳。知道了这个，那么接下来的一句就好理解了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这句话的重点呢，在这个玄字上面。玄字包含了动态、变化、运动、联系的含义。玄之又玄则表达变化无穷，变幻莫测，也就是变换来变换去，这才是所有奥妙的法门。变化才是一切法则和事物的出处。但在这错综复杂的变化之中，有没有统一的规律呢？有，但是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，以一种动态的视角观察，才能打开这玄妙之门。如何打开？就是无欲而观，保持一种旁观、中立的视角去看待一切，而这就是最究竟的秘法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